这里就是中越跨国大瀑布德天瀑布，这里是世界第4大跨国瀑布，也是亚洲第1大瀑布，曾被评为中国最美的瀑布。从昆明到德天瀑布路程非常不方便，我先坐了2个多小时的高铁到百色，又从百色坐大巴到天等，然后从天等坐小巴到大新，在大新住了1晚，第2天一早又搭小巴去了德天瀑布。因为很多人都不敢来，怕自己找不到车什么之类的。有车，就是，但确实不方便啊。等久一点而已。通常来德天瀑布都是从南宁参加1日游，但是我习惯了自由行，这样可以自由自在一些。上午9点多到了德天瀑布。虽然广西号称最近门票对全国免费，但是德天瀑布不免费，门票110，包含了景区交通费。这就是景区交通车。这段路不允许私家车开，景区交通车大概要开15分钟，感觉和坐公交车一样，车票35。终于到了德天大瀑布的入口。基本上德天瀑布的旅游线路是一个环线，不走回头路。走了几百米，前面就是一个码头。坐这个船30块钱，坐大约10分钟200米的距离。河对岸就是越南。坐船的好处就是离瀑布稍微近一些。现在基本算是旱季，所以瀑布的水流不大。听一个工作人员说，这里中午有可能会水量大一些，因为越南那边会放一些水下来。我去过了世界前3大的跨国瀑布，分别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，南美洲巴西和阿根廷的伊瓜苏瀑布，以及非洲的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交界的维多利亚大瀑布。这3个大瀑布气势非常宏大，客观讲比这个德天瀑布规模要大得多得多。德天瀑布地跨中越边境，这里的自然风光其实还挺秀美的。对岸的人是越南，这个位置是离瀑布比较近的观景台，可以拍照。花30块钱坐船的好处就是可以稍微更近距离的接触瀑布。船就是停在这个位置。这个季节来德天瀑布的人并不多。在瀑布的尽头可以沿着台阶向上走，这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瀑布。虽然现在是旱季，但是我还是感觉这个瀑布的水量不如黄果树瀑布。
爬上台阶儿，上面是一些休息的地方。我当时以为这个瀑布游览就结束了，其实更精彩的是在后面。中越边境线，回去的路上都是观瀑点，所以一定要看完。中越跨境街，特色鸡肉粉儿。半山腰上的这个中越边境线有一条小街，可以吃饭。距边境线20米。这就是边境线。对面越南。这边还有一个栈道，上面有个玻璃栈道，比较高。爬到山顶有一个滑索下来，台阶太多了，放弃，往回走。在这里有个电瓶车，10块钱到出口，但是千万不要坐。第一是路程不远，第二最重要的，这条路上都是观景点儿。回去的这段路一共有5个观景点，从1号到5号都是观瀑点。这条路才是看瀑布最好的一段路。可以清楚地看到瀑布和远山。左侧这个是越南的瀑布，右侧的是中国的瀑布，显然中国这边的规模更大一些。从这个角度看上去，这个瀑布还有很多层，可惜没有非常近距离的设计一些栈道。左侧那片沙地也是越南境内。这个位置是2号观瀑点，也是我认为最好的一个观景点。这是3号观景点。3号观瀑点也不错，可以在这里拍一段视频。在这里静静地待了一段时间，终于体会出这个得天瀑布还是挺美的。有点后悔没有坐那个小船，如果我坐在小船上，应该可以在那个位置拍出很美的画面。总体来说，得天瀑布景区不大，大概2-3个小时可以逛完。到得天瀑布最便捷的方式是在南宁参加旅游团，也有景区的交通车，但是淡季的交通车时间都非常不合理。如果你要自由行，可以参照我这个线路，从大兴出发，不但能去得天瀑布，还可以去明氏田园。这里是离得天跨国瀑布30公里远的明氏田园，也是电视剧《花千骨》的取景地。本来计划想在得天瀑布玩1天，住在得天瀑布，但没想到瀑布的景区不大，玩了3个小时就结束了。于是下午搭小巴来到了这里，
先在这里找了个民宿住下，看看这房子，带风景的房间。我问多少钱，老板说100，我说能优惠吗？老板说90，立刻住下。休息了一会儿，骑辆自行车周边转一转。旁边这条河可以做竹排，110元。我感觉路边的风光更好一些，可以轻松的游玩徒步。这里的风光有点像桂林，所以也被称为小桂林。这里还有一些自行车道和徒步线路。我现在是一边骑自行车，一边拿着手持云台拍照。这个手机云台的好处就是运动时拍照比较稳。我想熄灭，永不能再回来。我在这里啊，就在这里啊。梦一般短暂，像沙漠一样绚烂。相比桂林，这里游客很少，很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。这是民宿老板家的自行车，其实本来也有电瓶车，但是我骑电瓶车就不能拍照了，而且骑行的线路也不远，很轻松。这是一个多美丽又遗憾的世界。有很多学生在这里画画写生。笑着还流着泪。我从远方来，今天温度正好，也有阳光。这个自行车道真的太好了。我想熄灭，永不能再回来。我在这里啊，就在这里啊。幸福一般短暂，像夏花一样绚烂。这里有个废弃的院落，应该是拍过电视剧用的。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，我为你来看，我不顾一切。我想熄灭，永不能再回来。不虚此行呀，不虚此行呀。很快就到了傍晚，登高望远看一看，回到房间看一看晚霞。
这是一个不能停留太久的世界。吃过晚饭，听说附近的庄园里有演出和灯光秀。只要是住在村子里的人，凭房卡都可以去观看。这个景区实际上也是明氏庄园的酒店。亮光村花落，留住青春片刻。离彼岸早些花落，美去向为什么？灿烂的飞过，灯光很美。孤独的跌落。其实住在这个酒店也非常不错，价格只有400元左右，好像还包含了门票。我曾经彷徨疑惑，不想变成风。这里的演出都是表现的壮族风情。演出大约1个小时，看完了，回去休息。第二天早晨又来到了这个明氏庄园。这个庄园对外省人是免票的，比得天瀑布好多了。清晨这里非常安静。这个位置应该是看日落最好，可惜昨天错过了。湖面的桥上有很多圆洞，可以这样拍照。早晨温度不到20度，其实也不冷。安静地欣赏一下这里的美景。还是非常美的，难怪花千骨在这里取景。不过我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。还有个大秋千，真的像是一幅山水画卷。因为这里交通不便，我在这里住了1晚，下午就离开了，因为还要赶去北海涠洲岛。如果下次你来得天瀑布，不妨到这里住1晚，但是一定要和民宿或酒店约好当地的小巴，因为每天可能只有1到2班，而且时间不固定，错过了就比较麻烦。小巴回大新大概20元钱，我就是错过了。最后碰到了村子里的这位司机，花了60元钱把我送回了大新。结束了得天瀑布的游览，准备去北海涠洲岛了。没有直达的车，只能在南宁中转。租了个公寓，洗一洗衣服。公寓1天120。公寓在商务区万象城附近，交通很方便，门口就是地铁。今天天气有点阴天，出来转一转，来到了青秀山。青秀山位于南宁的市中心，竟然是一个5A 级的景区。
其实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植物园，目前这个公园是免费的，进来走一走。青秀山的景区非常大，一共有3个入口，我是从北门进来的。这里边主要有兰园和兰湖，有很多兰花，热带植物。这里的树木花卉设计得很立体，很漂亮。往前走一走，空气非常的好。今天的气温大概22度。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玩，遇到了一大帮装扮成女大学生的老年人，感觉回到了民国时期。青秀山公园非常大，很难完全徒步。买了张小火车票，单次10块，去公园的中心区。小火车开了大概有15到20分钟，可见这个公园有多大。环山秀平站到了，需要前往环山秀平玉林大观香花园棕榈园荷花池的游客，请在车辆这里是环山秀平，有非常大的一块草坪，还有很多巨大的棕榈树，也挺可爱的。很有些热带的风光感觉。这个青秀山公园里面有很多小山峰，而且植被茂密，到处都盛开着鲜花，确实是休闲踏青的好地方。这个青秀山也是南宁排名景点第1的地方。远处龙象塔，爬一爬。公园里可以休息的地方非常多，很人性化。这个是公园里的电瓶车，坐一次5块钱。公园里水也非常多，有很多小天池和湖泊。喂姐姐的，喂姐姐的，拿姐姐的吗？爬个塔吧，步云门。这个塔应该不算特别高，10来分钟可以上去。龙象塔还挺高的，爬一下。这是9层塔里面，爬一下。今天阴天有雾，所以看不太清楚远处。
下了山继续往前走，这是整个西区，可以一直走到西门。一路上也有很多小的景点和历史古迹。爱莲说。这一整片的园林设计还是非常漂亮的。哇，这棵榕树是榕树吗？看看。这里是东盟生态园。这里正在办菊花展。没有啊，用力抬起来才行。菊展。这花点显出来。可以说南宁的青秀山还是非常值得来玩一玩的，毕竟是个5A级景区。如果你到广西来旅游，在南宁休息2天，可以到这里来。旁边还有个南湖公园，也有很多巨大的树木。听说周末的晚上，公园的广场上有个环幕电影激光的，过去看一看。天气实在不好。工作人员说，现在的激光电影只有周5才有。说民歌广场那边有演出。南宁的夜色还是挺美的。这里就是民歌湖，湖面上映衬着远方的漂亮建筑，还挺现代的，很漂亮。过了桥，前面就有一个民歌广场。今天这场演出还挺盛大的，这个演出广场不要门票，随便进。演员都是4里8乡的业余演员，很多都是老奶奶。这些都是50、60岁的老大姐。这个业余演出还挺精彩的。看完演出，沿着大路往回走。
南宁的夜晚真的像是大都市，很漂亮，也很热闹。这里还有一点圣诞的气氛。南宁不下雪，人造雪。明天去北海，准备去涠洲岛了。接下来就关注我的海岛暖冬之旅吧。